陛下，顾将军，新淮大人已经得手了。确认是严凤山了吗？兄弟们正在确认尸首。这个是在马背上找到的。 我去吧。该我吧。他流了很多的眼泪。
撤！将军，虎贲的人已经开始调动，我们该走了。大人，大人，什么事儿？大人得去世袭那边看一看。昨晚卡还顺利，有没有受伤？我没受伤，但我不敢贪功。昨晚的顺利，全靠小介人急中生智。他是颇有察言观色的一些小智慧，也难怪有人仰慕。还有人仰慕他，真是笑话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他有时候倒是挺有趣的。韩，话说，把这一切都办妥之后，你有什么打算呀？怎么讲？你想说什么？等这一切结束之后，你去和白婉相认吧。有亲人在身边，你会变得柔软些。王普大人怎么来了？
大人，这些脏活我来就行，别脏了您的手。不是。这里的分类做得极好啊，从东往西，由南至北，哪条巷子哪一户收的，都有标记。为什么？大人饶命，小的可以解释，小的可以解释。那你说说。大人，小的进藏兵巷之前，干这活已经有7年了，早已习惯了分门别类，而且我捡便宜捡得快，只要我知道的地方，就一定有便宜可捡。大人您看，这是绸缎庄残旧的布料，其实这种布料，我这种人其实是可以穿的。还有药房里受潮的药材，我把它们收回来之后晾干了，甚至还可以卖。还有那些巷子里住的富户人家，知道了，你是有些脑子的。过段时间，我另外给你派活。可，大人，我现在比捡垃圾赚得多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敢问大人，为何屈尊来此地啊？找人啊！小的不解。最近藏兵巷里混进不少外面的人，得把他们找出来啊。他们就算藏得再好，只要是在这儿生活，就必然会留下痕迹。而垃圾，就是最容易泄露痕迹的地方。要不然你以为我是怎么找到那个白文虎的？你这里我已经来过几次了，还要多亏了你这么精明的分门别类。他们既然要救顾玉，那就肯定不是一个人来。找到了。大人，这是白文虎常年驻守边关，而北方有天寒地冻，于是顾家就聘请了名医，研制出一种膏药，能够缓解膝盖疼痛。看来是找着老鼠窝了。西三巷第8户。哎，姑娘，过来看一下呀。看看这个，随便看看啊。这个好货，多少钱？这个挺适合你的，1文钱给你。哎，下雨了，走走走。哎，说下就下雨了，快走吧。快点儿！中屋里头去。别人再来吧。这些饰品很好看，等雨停了，我想挑一些。好啊，多谢。姑娘真是帮了大忙了，我这些首饰不是金不是玉的，要是淋了雨，就更卖不出去了。举手之劳，不过听你口音不像是长安人啊。
我哪有那福分啊？我跟丈夫都是湖州人，在长安啊做一些小买卖营生。这长安啊，米贵，房钱贵，可不容易了。既然不容易，为何不回湖州啊？我劝过丈夫好些年了，可是他总跟我说，再过些日子吧。再过些日子，过着过着，女儿都6岁了，他也不愿意走，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。那姑娘，你欠了人命债，自然是走不了的。姑娘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女儿的周财为什么会在你那儿？回去告诉你丈夫，15年前欠的债，现在该还了。等债还清了，你女儿自然会回来。看来这雨没那么快停。父亲，冷吗？冷。再这么冷下去，你就活不了了。我把父亲弄丢了，我本来能救你的，我不想活下去了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就要找个理由活下去。我把妹妹从国师府中接走，出了城，走了70里，到了南尾沟，太冷，太饿，实在走不动了。镇子上没有一盏灯，一盏火，可妹妹和我都想喝一口热汤，我把它藏在路边的草房里，走开了。找到吃的，再回来时，妹妹被一个好心人带走了。他还那么小，跟着我，肯定活不下去。若他不是刘家人，或许还能平安的长大。后来，我藏在南尾沟的芦苇荡里，沉了7年的船，看着他慢慢长大。那家人对他很好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还能活下去吗？我好累。要不再坚持一段时间，
坚持到明年花开的时候，只是觉得我儿子值得再看一次花开。花开之后，还可以再等一等。等到看完7月的飞花烟雨，还可以再等一等。等到家人将饭煮熟，等着等着，就平稳地度过一生了。看上去是很好的一生，是苟且的一生。父亲的手好冷。你是被杀死的，我一路追，怎么也追不上那辆马车。现在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捅了很多刀，浑身都是血。这是我看到父亲最后的样子。我身为人子，此生往后，只有复仇二字，才值得我活下去。我不愿你这样，可我愿意。就算付出所有的一切，在所不惜。你要是一直不行怎么办？你不会已经……你要是再废话，就给我出去！他好像说话了，你过来。说什么？他好像在说。我想找阿娘。喝水，他要喝水。啊，我觉得。怎么样？是醒了吗？他刚刚在说话。对，他刚才说要找阿娘，还是要喝水。他是在说我要报仇。哥哥你醒了。完，终于有人继续保我了。我打了多久了2天。休息。我说的那件事，放心吧，都安排妥当了，他还没出城。好，他还没有出城，那就还有机会杀了他。
杀谁啊？刘子言，他不该活这么久。2条街之外，是你妹妹的院子。我知道，这些年都会有你师妹做个心事，时不时的，我也能知道她是否安好。你再闻，这树都秃了。这是今年的第2封，不要让你一个人跑一趟了。只是想知道他每一年都平安，所以这些年来一直给他写信。是，也不是。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，有一些可怜。这么多年一直写信，是想让他知道，有人在牵挂着他。如今你也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长安，我也挂念着你。你得让我知道，你每一天都平安。我又不是瓷娃娃，哪那么容易就磕了碰了的呢？得以防万一。这样吧，假如你以后遇到危险的话，你就放一只纸鸢。我城里可多的是眼线，他们会告诉我的。差点就得手了，我追到严作坊附近就要得手之时，没想到这个时候青衣出现，把他给救了。进了藏兵箱。虎贲成立之初，我父亲就秘密设立了藏兵箱，在长安有隐秘的据点，那里面有足够的粮草和武器。若需撤离，会有专门的手艺人给虎贲制作过锁。地方在哪儿？我可以进去。不用着急，他在里面，一时不会出来。我的目标是覆灭以严凤山为核心的整个虎贲。没有情报证实严凤山在藏兵箱，出兵的意义不大，反而会打草惊蛇。站住！你不认识我，总该认识他吧？都认识。可是将军定的规矩，出入藏兵箱得把金子留下。快点儿！等等，给你买了一些半夏和茯苓，每日熬水喝，治嗓子。哥哥这边。哥哥，到底是谁把老哥哥伤得这么重？
一个已经死了的人。蒲、你、川。不过昨晚，他是彻底凉透了。那这背后的人能耐真大呀！连虎贲的妻子都能为之所用。背后的人，恐怕你也认识。我哥的儿子刘志长大了。恐怕他这次回来，他是要给他爹报仇的。老哥哥，此处我不常来，哥哥在此安心服药，继续休养。等我回头叫了郎中，老哥哥便可在此安心养病，把伤养好了。老哥哥想去哪儿，自行离开便是。只当凤山将军在召唤，哥哥再出现即可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安排起我来了？老哥哥多虑了。我是想说，老哥哥安心养伤，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就好。那小崽子拐走了飞帝，凤山将军发来命令，他不能死，他死了，飞帝便会下落不明，会误了凤山将军的大业。没那么容易，他身边的人也没那么简单。身边有能下手的人，已在我掌心了。我们刘家的种没那么好对付。老哥哥，用刀杀人，你的远不如你。可是用这谋事，你未必如我。回来了啊！回来了，先来坐着。好。大将军的书信，选个最尽心的人送出去。是。要快。明白。
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场。从今往后，我甘愿追毒而考。从前在太学府，你每次被先生责骂，就会抄上林符，好让自己的心里更舒服一些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你不敢用你自己的笔记，要是被有心人发现了，我们就会被盯上。而且阿木是我的书童，书童呢，没有必要写这些。那我该写些什么？你该写一封家书，就说京中生意渐好，回家还需10日。关于他和他的家人，我说给你听。阿莫是我的书童，从小和我一起长大，一起上的族学。他的字带着我家的笔法，你给我记好了。以后你写字，凡遇撇折，收笔都要慢一些。他的妻子叫叶明，是个渔家女，为人和善，烧得一手好菜。叶娘给他生了一双儿女，儿子6岁，名为小满；女儿4岁，名为初冬。你们两个慢点跑啊！阿莫是温厚之人，知我所想，说要尽一份力，我答应了，可都是我的错。他现在本应该在返乡的路上，原地便能到家。他家在湖州城郊的一座小山边，3间木舍，一块不大不小的田地，准备吃饭了啊！好嘞。足够一家用度。他本可以安然无恙地度过一生。阿娘，今天有鸡蛋吃了。可是你把一切都毁了。阿莫，他葬在哪里？你没有资格知道。我去战场是去驾驭灵兽，是去施法助阵，又不是挨刀淋雨的。你干嘛这么紧张啊？你看你弄这么大一个包袱，里面啊丹药、衣服什么都有，就差把棺材放在里面了，多不吉利啊！拿回去。仙君，有应元帝君打头阵，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呀？说不定明天此时此刻，那魔族已经认输投降了。你要是有这份心思啊，
你就帮我好好照顾这个仙池里面的那些灵兽。2条小龙就要化出仙身了，这条小黑鱼也是化为人形的关键时刻，每天的灵药一定要给我喂足了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还有啊，哎，好，我都知道了。对了，咱这时辰也快到了，您就赶紧出发吧。我说的话都记住了？记住了。好。参见帝尊。远古诸神，往生先烈，吾等幸得庇佑，天下承平已久。然魑魅魍魉之辈重启兵祸，阴阳不可乱，乾坤不可转。今吾令东极青离帝君应渊领兵，天极子虚帝君昭胜，越极赤翼帝君弯月，原始长生大帝，冀都星君还钦，北冥仙君辅佐，率天兵100万。此次兵锋所指，必要敌清6界。4大帝君曾助吾创世，此战必铲除贼佞，再迎祥和。有神享之，永随6界；有神享之，永随6界；有神享之，永随6界；有神享之，永随6界。上神领兵，必得凯旋；6界不惊，山河有宁。仙界万圣，神界万圣。仙界万圣，神界万圣。仙界之辈，乃天魔结界最不入之处。难道他们是想？你们先按原计划赶赴魔界，我有事情要去查验，稍后便知。众将士，出发！是。还好天兵天将征战去了，守卫松懈。这神庙一直以来由我们鲛人族守卫，如若私自带人潜入，可是要违反天条的。被发现了，自然违反天条。这深更半夜的，怎么可能有人看到？你要欺负就找流星骑去，这万一要闹出什么风波，我会被弄死的。哎，没关系，不会让你受牵连的。天塌下来，我和严蛋顶着。走。走。4大帝君保佑，可千万别生什么乱子。哎，你真的是来许愿的？你不是说过吗？你已经跟流星许过愿望了，而且他帮你实现了呀。嘘，那个怎么能跟这儿比呢？这是众神众仙来祈福的地方，肯定更加格外灵验了。我的《创世英雄传》刚刚写完，瑶池盛宴数着日子马上就到了。我想请远古诸神保佑我们一举夺魁。真的？不过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带回去素材，岂不是有点亏本了？走。
祝愿应渊君万事胜意，日日从我宫门前路过。哦，梦离仙子，这个梦离仙子可是个大美人啊，怎么眼睛这么瞎啊？哎，你不是说应渊君他喜欢帮助别人吗？这可不失为一个好靠山啊！这么好的靠山为什么不要啊？难道说他长相不堪？长得也就那么回事吧，主要是性格无趣，非常正经。这嘴上天天说着天条，这也不许那也不许，结果不还是招蜂引蝶啊？你也别在这儿愣着，你去那边看看，没准能为我们的戏添加点什么真实的素材呢。去吧去吧。六界和平。没想到私下还是这么无趣古板。报答北冥仙君养育之恩。让颜淡日日开心。你写了什么？给我看看。你这条小黑鱼还挺小气的嘛，不给我看一定是有秘密喽。难不成你有脚气？你才有脚气呢。我写的是让颜淡日日开心。切，傻子才信呢。哎，你怎么有那么多愿望？干嘛偷看我写的愿望？我好不容易才来一次，当然要一次许个够了。去，别看我。小气。一，我愿望很多，最好都能实现。二，成为6界第一话本大家，创世英雄传夺魁，只希顺利升仙阶。3，云墨开开心心。4，番归君大战出丑，众仙女双眼复明，看穿他的小人本质。5，六界和平，应渊君破敌100万，平安归来。我的天老爷，天要塌了！你们造了什么孽？这巨柱乃是神庙的基柱，一旦倒了，神庙必垮。神庙乃是瑶池的地心石，如垮了，瑶池7颗就会倾覆，水淹9重天，这是灭族的大罪啊！可是我们什么都没做啊，我们就坐在这儿写愿望而已啊。对啊，神庙贯通仙凡2界，难道凡间沦陷了？魔族有意要水淹仙界吗？全完了！你果然在这里。你们无法撼动结界，便想砍断神庙基础，
若死柱崩裂的话，不仅会加深结界的裂痕，仙界也会因为瑶池水倾覆，陷入混乱之中。结界薄弱，这便是天意助我魔族逆转乾坤。纵使你是帝君，也没办法阻挡这结界之力消失。若没了这结界，哪轮到你们这帮神仙做六界之主，天帝做这六界至尊？玄香，若你不服神仙两界的统治，本君今日愿与你一战，分出高下。何须动用3界之兵力，大动干戈，祸乱6界？这对你来说又有何益？你错了，我才不在乎什么胜负高低，我要的是乱了这6界，害了这苍生。天道不公，我便毁了这天道，重定万物秩序。应元君，你高高在上，可你曾想过，平和生而为魔，就要矮你们仙族一头；平和我等魔族，就要受你等管辖。平和他天帝就能做6界之主，而我只配为奴。从来就没有任何人视你们为奴。冉青的结界，万年压在我魔族人头上，强制把我们隔绝在此死地。仙族使节成日下界窥探，你们仙族始终对我们魔族打压防备。我若不反，早晚为人鱼肉。万年前，若无帝尊平息创世之战，你们魔族早就灭绝。这些年，你们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地，偷取仙界法宝。为了不引起祸端，帝尊从来就没有成见。仙神两界，对你们来说只有恩义，并没有亏欠。我魔族宁愿不要这恩义，自己争出一片天地。原来你是以族人的福祉为借口，成全你自己的野心。到头来，这些族人都会成为你野心的陪葬。随你怎么说。此战谁胜谁败，我们战场见。这郡主何等高大！你用真身连接救符，这和螳臂当车有何区别？亲自打回原形，重则元神俱灭。云墨，他疯你也跟着疯，他好歹是个4眼汉丹，那又怎么样？而你只是条小黑鱼啊，朋友！投之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。我说过，我要与颜淡一起。天塌下来了，由我和他扛着。就算死，我要陪着他一起死。不愧是我朋友，好样的！好，死都不怕了，没有可以一起扛。还有小安静！先修天机。不行，上古修炼之法与今日完全不同，死记硬背，难得精髓。快，倒转运功！先解玄草，再修天机。
夏桀潜伏多日，想与应元里应外合，击溃我魔族大军。我们不是不知，而是要留你这鱼饵，等着今日瓮中捉鳖。你4大帝君向来竹爱分痛，同气连枝，怎么如今他们连来为你收尸都不敢？玄香，5万天兵已经剿灭了魔都屯兵，你后方无援，认输吧。献我血肉，奉为神享，就此通天之力，逆转乾坤本源。亲！
月月，你的眼睛。我没事。是我冲动了，没想到这九尾蛇，在万魔之眼的加持下，毒性会这么强。一旦接触，必定会渗入肺腑，必须立刻送往天云馆疗伤。不可，我是统帅。如今帝旨一事，玄香在逃，我怎么能走？可是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出恶勿尽，你们快追！我军已攻破敌方后阵，玄香狼狈逃窜，此战我们已经赢了。如今你伤势要紧，拖延不得。是啊，应渊，我会派人立刻送你回天庭的。别废话了，战事要紧，快追去！去啊！帝君，好，我知道了。这回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？你来偃虚天宫当差也有段时日了，如今又在战事，怎么还如此好吃懒做，不思进取？知悉副长是此次前来，是因仙魔之战急需法器疗伤。你平日时常跟随在帝君身侧，应该熟悉法器的存放，便由你来指引吧。嗯，好的。算了，
知道你贵人多忘事，虽然你没有给我准备吃的，我给你准备惊喜了呢。你好久都没来看我，这份惊喜都要蒙尘了。我是你姐姐，也是妙法阁的副掌事。我想要什么东西，会凭自己的能力拿到。一炷香之后，伤兵就要送到天医馆了，快些把正事办了吧。好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是这么性命攸关的事情。那我现在带你去寻法器，走。还差赤云鼎和缠金缎。这2个法器我平日连面都没有见过，范归君也从未提起过。姐，你确定是在延续天宫吗？妙法阁登记造册从未有误，是你自己办事怠慢，不熟悉宫中的物件。失去了一半根茎，果然元气大损，修为丧失近半，这气力也减损不少。还是我姐厉害。你这样毛手毛脚，得多摔个几次才懂得小心。先玄仓，后天机，是不是按照我上次跟你说的回去练习了？威力是不是大增？还不夸夸我？小寒经这种高阶仙法，我是因妙法阁职务所需才去学习的。你是负责打扫的仙士，宫中的物品摆件都搞不清楚，反而去钻研这些，也太本末倒置了。没有了，我只是在抄那个仙法的时候，我觉得里面有刊物。帝君让你去抄录典籍，不是让你去偷学的。仙界上下有序，理应各司其职，否则便是僭越。创世之战中，帝尊为救活上古彝族血鹰，以新月刃剜肉为鹰，血鹰一族得以保存，而帝尊却留下了永不愈合的剜月形伤痕。他们的所作所为，你能做到吗？大战之中，你能活得如此安逸，是因为有上神以自己的血肉守护着仙界的和平。开战以来，我向战场上输送法器和丹药，未有一刻停歇过。而你还像往常一样好吃懒做，连自己的分内之事都做不好。我其实没有偷懒，只是那些法器经久不用，我实在是不熟悉。你不需要和我说这些，你已经长大了，自己该做什么心里清楚。我要带着这些法器回天医馆复命了。姐，颜淡也真是聪明伶俐，上次从那儿借的典籍我怎么都学不会，可是他一学就会。颜淡啊，那当然啦，颜淡比他那个姐姐芷溪强多了。你们少在这议论是非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不需要比较。怎么样，胜了吗？那你们为何这副神情？因为这场胜利代价太大了。创世之战以来，上仙上神之列，从未有过如此惨重的折损。那应元帝君呢？
亲。岂不是出征的上神，除了应元君外，无一生还？连气都星君也不幸阵亡啊！不仅如此，连4大神器都在决战之时陨落。死去的天兵天将，足有8万人之多。天兵送应元君回来时，还说战事一切顺利，怎么会这样？帝君！3大帝君呐，魂琴他们在哪儿？帝君，战事已经结束了，至少结果是好的呀。您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保全您自己的身体。您一旦伤心动气的话，这毒性便会扩散的越来越快啊！回答我的问题。我离开之前，魔界已经被剿灭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伤亡？还是说你们在误传战况？火毒攻心，帝君怕是要入邪了。回答我的问题，说！战况已经传遍仙界，帝尊也已经下了明示，据说是邪神玄香这3大帝君和基督星君不备，将大军引入了魔像之中。燕儿，帝君，我不该走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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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帝君，你不能再伤心动气了！别放我！帝君病发了，快去禀报帝尊！仙魔之战，死伤惨重。昔日枕兵卧马，同生共死，今唯我独活，苟且偷生。应元承蒙厚恩，统领此战，竟一叶障目，使战局混沌。岂有面目再行走于9重天之上？毒发入骨，此乃天惩，何该承受？绝无因我残躯祸害仙界之理。今自远离，回馈无敌，唯愿帝尊安乐，勿许，勿念，应元。这火毒，当真无解吗？南岳，我们拼尽全力，也只能让帝君减少痛苦，延缓时日。只是帝君哀痛过甚，不愿医治。应渊的性子向来坚决，如今悲愤自责，如果强行把他带回，恐怕他会自戕谢罪。可是毕竟胜了，诛仙面前也应有个说法。如若应渊帝君身中火毒之事传出去，只怕各界又生异动。遥知盛宴将至，妖魔冥3界损伤惨重，还需帝尊重拟6界秩序。应元君伤势已愈，只因太过苛责己身，下界云游，尽兴变反。明白。至于这6界嘛，如今9重天除了吾与应渊之外，上神皆已陨灭，神界如同虚设。从今日起，神界与仙界合成为天界。冥界已在战中夷为平地，不复存在。魔界数次冒犯天威，
此次更是掀起兵乱，谋反忤逆，一律打入叶望川生死场中，永世不得离开。妖族地界、魔界摄战领地，皆化至凡间，统称为凡界。战火纷飞的6界已成过往，从今以后，只有天、凡、魔3界。天界雄威，恩师麾下，一族一界，焉敢不从？